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我是小爱。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个很多人没用好但超实用的一个功能，它是 ChatGPT 里面的项目啊。不管你是工作党、学生还是创作者，学会这个功能能大幅提升效率啊。我会从零开始，一步一步教你怎么搭建、配置，并分享几个进阶实战和隐藏技巧，让你一看就会啊，照着做就能上手。好，那么它的这个项目到底是什么呢？何时用它比普通聊天更好？如何从零创建一个项目？好，项目它的一个本质呢，是一个用来整理聊天文件与自定义设定的一个主题文件夹啊。它的特点是把这一个同一主题的所有资料历史对话和指令集中管理，让回答更精准，更少幻觉，可反复利用。适合的场景也非常的多，工作文件归档与查询，公司入职资料，课程学习包，旅游行程整理，健身计划，合约，技术文件汇总等。现在它的这一个项目功能呢，它是面对所有用户开放，包括我们的免费账号所以你也可以，如果你是免费账号的话，现在也可以使用这一个新建项目好，怎么样来使用呢？首先打开我们的 GPT， 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左边的这一栏，好，这里有一个新项目这边有一个加号，我们可以直接点添加。这是可以添加新项目的这里有一个项目名称，你是做什么工作是做报告整理，或者是出差、行程、健身计划，我们这边都可以把这一个名称给它写出来比如说我们是需要做一个健身计划，我们这里就需要写一个健身计划。好，当然我们也可以写用它下面自带的一个投资、作业、写作、健康、旅行，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它的这一个名称点这一个创建项目。好，项目选好之后，我们这边就可以直接在这一个对话框中这是它的一个单独这是一个旅行的项目，我们就在这边就给它聊关于旅行这个方面的一些聊天。好，添加这个项目的话，我们可以使用它的一个默认，这是一个该项目可以访问外部聊天的记忆反之亦然。如果是仅项目，该项目只能访问自身的记忆其记忆内容对外部聊天不可见这样我们就让它只限制到聊天记录的记忆好，这边我们设置好了之后，它是此设置之后是无法更改的。好，选好之后，我们直接就可以创建项目。好，创建好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是跟我们这个普通聊天界面很像的一个视窗但是右上角会出现额外的一个选项如添加文件。这边我们可以添加我们想用的一些文档代码文件图片可以直接把它们添加过来比如说我们需要做一个封面图，好，我们可以把图片直接把它上传保存到这里。好，在我们的右上角，我们点这3个点，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编辑项目还有一个添加指令添加指令。好，我们创建这个项目呢，也只需要1分钟但设好访问偏好和知识库规划会决定后续使用体验，务必先想清楚你要的隔离性还是聊通性。好，我们项目添加好了之后，点这3个点，这里有一个添加指令添加指令这边我们就需要求 GPT 关注特定的主题，或者要求它使用特定的语或格式进行回复。好，比如说我是让它我们聊的是好，我们的角色设定它的是一个专业的数字货币交易助手这边精通这一个各类公轮行情。这边好，我们也要给它提出一个限制的一个条件，不要提供投资决策和保证收益，不胡编乱造这个不存在的规则。
所有的内容应该公开有实际的这一个功能。好，添加好了之后，下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它就会根据着我们这个设定的一个主题来给我们做一个回复啊。好，添加文件的话，我们的免费用户只能在这里添加5个文件。添加好了之后呢，它会把这个回复把这个文件作为我们的一个原始参考资料。好，这一个数量的上限与使用呢，它是根据用户的等级来。我们的免费账号呢，可上传最多5个文件夹。免费的它是有一个上限的好，它的 Plus 呢上限更高，它可以有25个等级。这个它会根据系统更新为准哈。好，如果你超过免费上限了，我们还有一个小技巧可以把多个小文件合并成一个 PDF 例如把多个文件报告合成一个总档系统会依据计算而非纯文件数量这样能节省名额。好，它的格式建议呢有 PDF、PPT、TXT、CXU 视系统支持而定好，文件我们添加好了之后呢，我们在这边聊天框里提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这个资料库中的产品需求，帮我列出5个开发建议。系统会自动把你上传的文件作为回复依据，降低幻觉概率好，我们自定义这一个指令这里可以编辑这一个项目的这个指令。为什么我们要在项目内使用自定义指令呢？可以针对某个主题写最合适的提示模板比如说风格回答结论、输出格式，避免每次都重复贴大量背景不同项目可以有不同的一个默认语气与输出格式，更专业可重复使用。小爱给大家建议3种建立指令的方法比较第一个自己积累可能有点耗时这个根据自己的积累的经验来填写它的缺点可能需要大量与尝试第二个方法是让 GPT 帮你打磨推荐把你目前最常用的一个简短的提示词草稿贴进聊天框，例如让它先给出2句结论，然后列出5条细节，每条不超过20个字，要求 GPT 用你希望的一个语气格式、长度变化来输出这个可以直接放入项目自定义指令的文字比如说我们让 GPT 帮我写一个旅行项目的一个指令这里它就帮我专门针对这一个旅行项目的自定义指令做的规划、推荐、预算、策略等这是下面它给我们的完整的一个模板比如说角色设定有一个你是一个专业旅行顾问，精通全球各地旅游资源、行程规划、预算控制和景点推荐这个真的它写出来是非常专业的它的任务有提供我的目的地、出行时间、预算或偏好，帮我规划完整旅行行程，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景点门票等建议它的指令非常的详细推荐当地的特色活动、隐藏景点和美食对行程可行性进行评估，并给出注意事项和风险提示它的输出格式是行程表，按天列出计划，包括时间、地点、交通方式、费用估算小贴士每个行程附上建议和注意事项。风格它是一个简洁易操作、语言生动有趣的一个风格限制的条件它也有写到不要推荐违法和高风险活动，不要随意增加预算以外的一个项目如果信息不足，请先向我提出问题再输出这样一个指令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指令如果让我们自己写，可能有的时候会疏忽一些比如说一些注意事项和风险提示
好，我们也可以让它帮我们规划一个5天的一个行程啊，比如说你5天需要到哪一个地方去自由行啊，这里也可以给它一个指令啊，它也会给你规划这个行程啊，安排你当天的一个景点住宿啊，以及费用的一个估算，还有注意事项、预算控制啊，这是他写出来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好，这边我们可以把这个复制下来，我觉得这个更专业啊。当然你是需要规划几天的行程，我们可以用它的指令来。好，我们点3个点，好，点添加指令，好，把它粘贴进来。啊，当然如果你觉得它上面这些啊，你觉得哪一个地方你想要把它更改一下，或者把它上面加上一条啊，这个都可以啊。好，写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保存下来。好，保存好了之后，下一次在聊天当中，它就会根据我们这一个指令来回答我们的这一个问题。好，第3个方法呢，可以使用一些提示词生成器，适合想要更专业输出的用户哈。啊，有些官方第三方工具可以依照多种参数自动生成高质量提示词，通常以 API 付费方式提供。好，如果你愿意付费，可以试试啊，另外的一些生成器来提高提示词的质量啊，比如说我们 GPT 的 Plus 的一个付费用户。好，那么这里说到这个 GPT Plus 的一个付费用户，它和免费用户的差距那么有多大呢？如果你是一个免费用户的话，你在这个里面是没有这一个 GPT-5这一个模型啊。好，我们的免费用户它是适合这一个日常任务。好，免费用户他每5个小时可以用8到10次。那么当你用完了之后，它会自动帮你切入到 GPT Mini 的这个功能。当然肯定这个相比 GPT Plus 付费版肯定要稍微要差一点。好，如果你平时用的比较多一点的话，可以升级到 GPT Plus 的一个付费用户。它能帮你解决一些疑难杂症。对于我们国内的一些小伙伴想要去升级 GPT， 那么你没有一张国外的一个虚拟卡呢，那没有办法升级啊。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代充平台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如果你也没有这一个 GPT 的一个独立账户啊，也可以去购买。那么怎样去购买呢？好，大家可以点开我视频下方这一个描述栏，这边有一个更多，这里找到这一个银河录像局 GPT 会员升级的这一个平台，直接点进去。好，这里是一个会员代充的一个平台，它的名字叫做银河录像局像小爱的 GPT 代充升级也是通过这个平台。如果你喜欢看一些美剧之类的可以用这个点这个进去购买它的一个 iPhone 的一个直接就可以进去充值。好，如果我们已经有 GPT 的一个会员，我们需要续费的话，这里直接点这个代充直接点这个代充这里面就有我们这一个 GPT Plus 的一个代充。如果还没有这个 GPT 的账号，我们也可以直接到这边来购买一个 GPT 的一个独立账号。好，我们直接点这个 AI 服务。好，这下面就有 AI 工具比如说米基尼方外 GPT Plus 拉拉不拉拉。好，我们里面还有我们的 YouTube 的一个账号如果你还没有这个 YouTube 的账号，我们也可以到这边来购买。好，这边我们直接就点这一个GPT Plus 的一个GPT Plus， 它第一个是一个镜像版我们就选后面这个是会员的一个服务有共享会员，还有独立会员它现在目前共享会员是一个4人付的，还有一个独立会员4人付的是一个共享会员。共享会员1个月也只需要84人年付也只需要860这是一个多人共享的一个账号它可能没有隐私性隐私没有那么好还容易封号，用起来可能不是那么的顺畅建议大家在这边直接购买这一个独立会员，它也只需要100多块钱1个月这边也可以输入小爱的一个优惠码小幸运直接输入这边确定
它有一个95折的一个优惠啊。好，填好之后，我们直接去支付宝付款啊，这是支持我们国内的一个支付宝付款，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进去。好，这里它会给我们一个二维码，我们直接扫啊就可以啊。这边小爱这个优惠码我自己是不能用的啊，所以说我这上面它是没有这个优惠。你们如果输入这个小幸运这个优惠码的话，它上面有一个95折的一个优惠啊。到期之后啊，你可以再继续续费啊，续费直接点代充这边就可以。好，我们购买好了之后，下一步我们就需要找到车票啊，这个顶部有一个车票啊，这里有一个我的车票。好，点进去之后，它里面有一个账号，还有我们的一个密码，好，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使用了。好，有什么问题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在这里有一个客服啊，直接联系客服，他会给你解答的各种问题。好，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高质量的一个提示词。好，自定义的话，指令啊，我们也可以直接自己在上面写好啊。你如果需要专业一点的话，我们可以让 GPT 帮我们来写啊。好，我们就根据我们刚刚这个指令，我们来测试一下它这个效果。好，我们这样来写啊，依据知识库中收集的旅行资料。好，为我做3天2夜的新加坡旅行建议啊，先列出每天的主要活动。按时段早中晚，接着给出每个活动的时间预估与交通建议，最多列出5个啊。住宿、门票、注意事项啊，输出表格格式啊，这样便于我们复制粘贴啊，直接让它帮我们生成啊，它就会根据这边的新加坡热门景点和交通便利性啊，为我们设定了一个3天2夜的新加坡行程建议。啊，比如说第1天是干什么，第2天啊，第3天它有一个早午晚的一个建议啊，它的一个门票啊费用的预估啊，交通建议、时间预估、活动时段啊，这边它都有写到，真的非常的详细啊。它有一个交通小贴士，地铁啊、步行啊，这边它都有一个讲到。啊，还有一个5个注意事项啊，比如说住宿建议啊，需要怎么样节省通勤时间，门票啊可节省排队时间啊，哪个地方饮食穿着注意事项啊，这里它都有帮我们写出来。好，我们再来讲几个GPT 常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能不能把保存的聊天搬回主聊天框里面，或者是把聊天拖出该聊天移动到我们这一个项目里面啊，比如说我们想把这个项目功能教学，我们把它移动到这个教学里面，好，直接拖动，好，它就来到我们这个教学项目里面了。好，我们想要把它移出来，点这3个点，从这一个教学点移除，好，它就移除到我们这边来了。好，我们也可以直接点后面的这3个点。这里移至项目啊，你想要移至哪一个项目里面都可以啊。好，点进去，好，它又到这边来了。好，我们在上传这些资料的时候啊，不要上传带有密码呀、带敏感个人资料的一些文件啊，还有这些公司机密啊，上传这些一定要遵守公司的政策。如果上传文件太多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合并文件，只上传核心内容。或者升级会员以获得更高上限。好，它的自定义的这一个项目啊，可不可以把它取消或者把它删除呢？好，这个是当然可以的哈。好，这里有一个点这后面这3个点数啊，这里有一个删除项目啊，如果你不想要这个项目，直接把它删除掉就可以了哈。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视频就讲到这里啊。今天讲的就是一个建立这个 GPT 新项目的一个功能啊，从建立知识库到项目自定义指令啊，以及实战范例和进阶技巧。如果你觉得有用，别忘了点关注哦。好，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想我示范哪种项目啊，我会做进一步教程。好，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再见。